日本發布了這個最新的新版防衛白皮書，他們把中國列為目前最大的戰略挑戰。那麼中國呢也做出回應了，他批評呢日本是為了要炒作中國威脅。日本一般的那個量產的武器裝備，不管是戰甲車也好，戰機也好，它的單價都非常高，不是其他周邊國家能夠輕易負擔得起的。所以也就是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想要能夠讓日本的軍工產業能夠振興，然後變成日本的這個產業的這樣一個領頭羊，甚至於大量賺取外匯，其實我必須說想太多了。好，來看到美國和這個日本罕見的聯手來干預匯市，不過真的能夠扭轉日元的弱勢嗎？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日元一度是貶到了1美元兌近164日元，也創下了約40年來的低點。而美國出手來相救了，他買進這個日元，讓匯率一度升到了155。好，那麼根據日本財務省，他公布了4月底到5月一共投入了11.73兆的日元來干預匯市，其中呢，在4月30號的時候，這單日投入了6.28兆的日元，也創下了歷史的紀錄。好，日本大量的出售美債來籌措資金，恐怕可能會推高美國的借貸成本，日元過度的貶值也會這個削弱美國的關稅，但是卻可以保護本土產業的效果。好，我們要來詢問一下這個戴夫主任哦，這次的干預真的能夠扭轉這個日元的局勢嗎？如果是日銀它不快點的升息的話，這個160日元的保衛戰會不會很快又重演？其實應該還是會回到160上下，甚至有可能還會再繼續它，因為利差繼續維持的話，那個其實是結構上的問題，並不是說我花了多少錢干預之後它就能夠回來，因為越干預會產生一個現象叫做套利哈。那我們看到，不管是過去的亞洲金融風暴哈，那甚至到近期的幾個狀況，其實都免不了在匯率上的一些處置被這些那個投機者所預期了。所以，當我預期你的貨幣因為這些干預的措施有變動的時候，其實它是個很好的聚集點。那聚集到甚至這個國家快掛掉的時候，就是很危險嘛，哈。所以這應該不是一個常態啦。雖然說這個常態，目前這個行為看起來比較像是，美日同盟，我們現在也必須考慮到實質的問題哈，因為日本持有非常多的美國債券，那你要在市場上把美債賣出去，然後把這個資金引回日本去救，其實也聯動到美國的公債的這些利率跟價格嘛，哈。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系統性的問題。所以如果說問題的根結是在於兩個國家的利差的這個狀況上，假設沒有改變，那這其實就會產生很多機會點，甚至會引發風暴哈。那第二個就是說，弱勢的日元上來講的話，其實雖然讓日本的出口很好，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它的工具機其實靠這樣的匯率大概把台灣韓國中國大陸幾個原來做工具機也要出口的國家打得很慘。可是另外一方面來看的話，這種弱勢的貨幣其實它相當不利於它國內的消費跟投資。好，現在只要你去問一下在日本工作的親朋好友，他大概都會跟你吐苦水，物價是上漲的，然後薪資的上漲幅度其實沒有那麼大，甚至呢在這個情況上面，讓日本的企業對於國內的投資就開始產生疑慮那我是不是要把這些錢繼續放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上？所以整個經濟的成長的那個 GDP 的公式裡面，就看到有2條腿熄火啦。好，那熄火之後，我們就只能寄望政府去擴大支出，去做一些公共投資去做嘛。哈，但是日本在過去公共投資的那個債務跟項目，大概也做到一個非常極致的情形了。所以我們很難想象比方說在台灣每一個縣市有個機場。那日本其實大概有這個狀況就很多地方其實都有大大小小的國際機場都可以飛。像這些公共建設，其實他們也都已經在處理，早就在做了。所以你要再舉債再上去做投資，也會有一個天花板的問題嘛。好，所以這些因素如果綜合來考量，那我以後的經濟要怎麼樣成長，就變成是一個大的問題。所以如果這樣的一個狀況不改善，那它就會讓國內的經濟看起來就不好。那第三個，其實在這樣的結構上來講的話，會引發另外一件事情是，如果日幣一直在做貶值的動作，然後讓這一些日本貨的出口，不管是在全球的市場或在美國的市場，都取得一個相對性的優勢的時候，那我們隔壁的這些國家就會開始想，我們是不是要競貶？那這個競貶的狀況，其實尤其是以亞洲這些以出口為主的經濟體就會很明顯的感受到我們是不是要開始貶值。那這個貶值一旦開始啟動之後，
尤其像台灣，我們也很多東西從能源啊，從很多物資都是要從國外做進口啊。台幣一旦開始貶值的時候，國內的這一些物價上漲的壓力會不會同步的上升？然後我們是不是有能力去處理這樣的問題？那台灣相對於其他國家來看的話，我們在能源成本上，事實上是把那個成本掛在2個公司嘛，好，一個叫中油，一個叫台電。那這2個公司如果認真的，他要把這些該漲的成本反映到國內的這個能源價格的時候，你會發現那不得了，我們的物價可能會漲到一個非常很難讓人接受的地步哈。但是這個台灣有辦法去控制住，那亞洲其他國家可能也會面臨同樣的難題啦哈。所以第3個點來看的話，就是這件事情如果沒有開始去做改善的時候，那也很可能會引發亞洲上面的一些經濟跟金融的風暴。好，我們謝謝戴副主任了。好，那麼日元貶值，其實對於這個其他國家的遊客來說啊，到日本去玩，變便宜了。不過呢，對於日本的公民來說，生活成本卻是變貴了。好，我们来看到日幣貶值啊，日本消費者是負責買單，但是對於出口的大企業，好，包括了這個汽車、機械等，都是可以受益的。不過呢，日本高度依賴了進口能源、糧食還有原料。那麼，如果日元越疲弱的話，漲價則是由消費者買單。好，現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手嘍，他主張啊低日元的有利經濟。另外呢，日本實質的工資目前已經連續10個月都是呈現負成長的。好，那麼再來看到這個家庭恩格爾係數啊，現在已經升到了29.4%，也就顯示說呢，日本的民眾啊有將近30%的花費都是用來買食品的。好，我們要來請教一下介大使嘍。這個高市政府，它是一面用這個貶低日元來支撐出口，另外一邊又是靠這個減稅來補貼日本的家庭哦。那麼這個日本呢，如果是靠這套政策的話，真的可以帶動它的正成長嗎？只有高市一個人認為有可能，其他日本的像死破帽，他們好多這些自民黨內部的資深的這些政治人物都出來批評。這個時候你還要這個減稅，因為他是把那個消費稅7%要免掉。那高市早苗的打法就是說，這是我競選時候的諾言，我要實現我的競選諾言。那人家就說，你不要講你競選那個狀況跟現在狀況是不一樣的。你現在日元貶值到這個程度啊，那你這個日本的政府的財政面臨極大的壓力。那你還要把這個稅收的來源再把它再裁下去，你這會造成很大的問題。而且你事實上的話，你減稅會不會造成進一步的通膨啊？這也是一個大家會思考的問題。可是這個高市早苗就是只有一句話，這是我的競選的政見，我必須要實現。那可見他不是從經濟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不過日本現在的問題就變成不是這個減不減稅的問題哈。那日本的這個消費的話，事實上的話，應該是說長期它是在一個怎麼講，低通膨的一個環境之下。那這個情況之下，它的經濟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活力了。那剛剛講到說，就是說。日本的經濟現在的問題，倒不是說在你這個政府的稅收收得太高，或者是政府的這個稅收政策問題，而是說日本現在第一個你要解決日元的問題的話，那你的最大的考慮應該是要就是說升息。可是日本現在它的國債是它的 GDP 的260%。所以呢，你如果升息的話，那立刻會造成什麼？立刻會造成日本的這個財政的困難。那所以這個升息不考慮的話，那剛剛就講到它的結構性日元這個它的一個結構性的問題，跟美元的利差太高那你要不斷的要去救日元這可能都是達不到目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日本如果要升息的話，那麼日本現在我看有25萬家所謂的僵屍企業，這是從這個日本的經濟衰30年思路來一直存在的問題。那他們就是靠這個低利息還能夠存活。那如果說你現在把利息提高以後，這25萬
僵屍企業，也就是說死撐在那邊不獲利，可是就要撐在那個地方的25萬家企業，它可能就要面臨破產，因為它的利息高了以後，它支付不出来，那破產以後就帶來大批的失業，所以這些才是日本今天經濟的最大的問題啦。那你去把這個消費稅哈，你在這個時候把它取消，那麼大部分日本的經濟學就是說，第一個沒有效果，第二個可能就是添亂。那另外一方面，你剛剛提到日本事實上在這個政府的支出上，軍事支出啊，那上面不斷的在擴大，那麼把重點都放在擴軍上面啊，這當然是分散日本已經非常這個負擔很沉重的財政，所以本來日本的很多經濟問題是它長期的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可是如果再加上高市早苗這種錯誤政策的話，那就是火上加油。所以好像沒有人對日本的經濟看好，再加上就是說它跟中國大陸的關係現在搞壞掉了。你要知道日本的食品啊，你要知道它有很多的這些食品公司啊，他們跟中國大陸是契作關係，所以契作關係，他在山東，他甚至到遼寧，他去跟很多這些農業的公司合作，所以提供了日本的很多的這些食物的原料。那現在跟中國大陸關係不好，這些關係如果斷的話，對日本影響很大。那另外一方面，日本人很喜歡吃這個鳗魚，烤鳗魚。你知道日本的鳗魚過去很多是我們台灣幫他準備的，我們幫他做什麼半成品啊？就是說日本拿到的地方，它的鰻魚都已經做得差不多了，養殖到半成品都是在台灣做。後來我們這個生產線都到中國大陸去了，所以日本的連鰻魚現在很多都是跟中國大陸有關。那可是高市長們都沒有考慮這些問題。那如果說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再進一步惡化的話，中國大陸在某種程度上再對日本進行制裁的話，那日本的食品價格還會繼續往上走。因為日本事實上這個國家，它就是要維持現在日本人的營養水準的食品的供應啊，本土只能夠達到34%到35%，其他到65%都是靠進口。所以它現在其實最大的問題是應該要把日元穩住。你如果日元繼續貶值的話，那你進口的食物你的食品會不斷的升高。所以你這些有一些產業，因為這個日元貶值獲得的這些市場獲利，很可能會比其他的這些進口物資這些包括食品的成本升高，把它的那個利差把它全部給它吃光了。所以我覺得就變高市早苗應該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了，這個不是一個好的良藥了。好，我們謝謝謝大使哦。那麼現在日本面臨了這個高物價，同時又面臨稅收的缺口，但是現在仍然是擴大的要來这個支出防衛的支出哦。我們來看到日本發布了這個最新的新版防衛白皮書，他們把中國列為目前最大的戰略挑戰。那麼中國呢也做出回應了，他批評呢日本是為了要炒作中國威脅，全部都是為了要這個目的是增加軍費，還有發展它的遠程打擊能力以及軍事鬆綁來尋找借口。好，我們要請教一下孝瑋哥嘍。好，這個日本呢它的軍工產業能不能出現新的經濟引擎，可以救他們的經濟，或者是會引發另一個東北亞的軍備競賽呢？其實我覺得這兩個部分來說那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會很希望能夠期待這是一個正面答案，但是我覺得很難。為什麼？因為就是說日本的軍工產業的確它的這些什麼重工啊等等它在國際上的這個水準是相當高。譬如像三菱重工，它做過很多的包含那個戰甲車啊、飛機啊等等。那像日本的有那個很強的這個造船業也甚至於最近也引起美國注意。為什麼？美國是因為海軍現在的問題是軍艦的這個維修老是沒有辦法依照原先需求，然後讓美國軍艦現在其實在整體維修上來
來講，有一些這個的確產生了這個維修不濟的這個狀況，然後再加上美國自己的造船業其實已經很空了，所以它必須要仰賴包含日本、韓國的這些造船業來讓美國的這個海軍能夠在西太平洋能夠維持一個良好的運作水準，但並不代表就是說日本的這些軍工企業能夠順利的把它轉化為一個對外出口，而幫日本賺取大量外匯的這樣一個機制。為什麼呢？因為日本的問題就是說，你看到今天武器在銷售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它要能夠跟其他國家的這個共通性要能夠高。像我上個月去環太平洋演習的時候，就碰到就問到一個狀況，我說，這個我問這個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這個飛行員，我說，你們今天你們的這個反潛機是日本自制的 P1，那其他國家的反潛機幾乎都是用美國的 P8。那你們在運作的時候，會不會有些後勤上的這些困難啊等等？結果他們的參謀反而很誠實的說，他說的確，他說他那個其他國家的反潛機跟美國用同樣 P8，只要有狀況壞了零件等等因為演習是一個視同作戰的場景，那他們就可以直接跟美軍的這個飛機或美軍的維修調用零件，然後讓飛機很快恢復妥善。但是日本的 P1，對不起，你太多零件非常的獨特，非常的 unique， 所以就变成說他們是能夠讓他们的飞機能夠維持妥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日本到夏威夷有 JAL 有那個 ANA 每天加總起來大概10幾班的這樣的飛機，所以呢迅速的把這個零件從日本運到夏威夷，然後讓他的飛機快速恢復妥善。但是如果今天換成別的國家，我要買你武器的時候，你後面有這麼多的這個問題我如果買了你武器要去解決面臨或這樣的問題的話，那我其實我真的要花錢買你武器的時候，我馬上就會裹足不前。而且像日本的武器還有一個問題，它單價非常高。它的這個像比如說日本的這個 F2 戰機吧，那如果你以它當初所製造的每一架單價成本來說的話，它大概其實可能你從現在角度來講，它大概是一架 F22加上 F35的這個價格都可能還不及一架日本的 F2 戰機。那因為日本本身它的這個武器或者說它自己本身國防發展的這樣一個獨特性，因此其實讓它的武器裝備出口困難重重，的確是困難重重。當然你看現在雖然說好像這個菲律賓日本要把這個自衛隊太除的這個艦艇給他等等，但是一艘軍艦台除的軍艦丟給他，某種程度來說，因為你還有相關的這個後勤等等需要這種轉移它會跟一般能夠量產的這樣一個這個武器裝備是不一樣的。那如果日本一般的那個量產的武器裝備，不管是戰甲車也好，戰機也好，它的單價都非常高，不是其他周邊國家能夠輕易負擔得起的。所以也就是說，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想要能夠讓日本的軍工產業能夠振興，然後變成日本的這個產業的這樣一個領頭羊，甚至於大量賺取外匯，其實我必須說想太多了啦。那當然，你說像日本未來你說會不會有新一輪的這個軍備競賽？不可否認，其實像它新版的這個防衛白皮書把中國大陸列為最大的這個戰略挑戰。但其實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要從日本角度來看，的確因為中國大陸它現在隨着它自己的這個經濟發展，讓它過去共軍的這個解放軍、海軍跟空軍的武力投射能力大幅增加了，而且數量也非常多。那甚至於也就是讓過去日本認為自己的這個絕對領域不容侵犯的這個所謂的日本的這個海空的這個，特別是海上的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防空識別區。現在中國大陸的軍艦走這個日本的防空識別區，像走灶咖一樣然後日本的過去習慣是，你只要有任何未經通報的這個外國機艦進到我防空識別區，我就馬上派這個海上自衛隊、航空自衛隊全程盯梢。像我們國軍這個不跟日本的那個防空識別區就隔在東經121度線吧？是不是？你只要一過去，哇，日本馬上派飛機上來看。那这個時候，你中國大陸因為整體的這個軍事能力增強，軍艦進到這個日本的這個防空識別區裡面，像走灶咖一樣，它現在耗掉了大量的這個戰機跟艦艇在海上執勤的時間，去盯好這些中國大陸的這個軍艦。某種程度來說，那如果他今天面對這樣的狀況，那他是不是就認為今天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增加，大幅改變了原本日本的防衛態勢？其實嚴格來說一點都沒有錯。為什麼？你過去你不來的，你以前實力不行嘛，你沒有長程的飛機，沒有像樣的作戰艦艇，你不能來。現在你這些東西都變好了，你要3不5時就跑到我家門口來走，對不對？我就必須要派大量的機艦去盯住你。那這個時候，對於日本來講，的確中國大陸就成了改變現在日本跟中國大陸之間這樣的戰略關係最基本的因素。那對於日本來說，它當然要發展更多所謂的
打擊能力。也就是說，如果今天進到我日本防空識別區的這些中國大陸的這個基建突然對我有敵對的這個行為，因為我們看到過去，因為日本可能在很多政策上來講，跟北京來說並不是從北京來說看到一個順從的這個角度，因此日本它現在在跟中國大陸來講，他們在外交上來說其實還蠻僵的。那這個對日本來說，你知道如果說你今天你這個在我家周邊的這些基建突然要對付我要怎麼辦？所以我一定要有足夠的那個防禦跟這個反制力量。但这個反制力量基本上來講也是為日本自己所夠用為止，因為其實買飛機、買大炮、買飛彈，這些錢都非常高，那並沒有辦法能夠讓日本把這個東西轉化為能夠出口，然後或轉化為能夠它未來這樣一個生產的這樣一個部分。是由日資企業所組成的中國大陸日本商會最近共同發表了意見書，特別指出呢，大陸方面管制稀土還有兩用物資項目的對日出口已經影響到了部分的民生用品，也希望中方能夠充分說明。那這一次呢是日本商會第17次制作意見書，總共徵集了大約有8000家在中國大陸的日資企業。好，特別大家圍繞在這個鎢被管制那因為中方呢是從2025年2月份開始把鎢納入出口管制的範圍，作為對美國關稅的反制作為，並且呢在2026就是今年1月，以軍民兩用的物項為理由呢，進一步嚴格限制對日本出口。根據中國大陸海關總署的最新資料顯示，今年2月到4月，中國大陸的碳化鎢還有鎢粉這些關鍵鎢的加工產品對日本的出口量已經歸零。其實鎢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這邊有張圖表讓大家了解一下鎢為什麼那麼重要鎢的特性。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熔點非常高，3422度這個攝氏度，硬度很高，耐磨，強度很高，也导電，耐腐蚀，高密度。那它的应用，它的用途呢，很重要的是这个就是硬质合金刀具像我们知道，有些车刀，然後呢一些鑽頭，這是用來製造非常重要的工具。另外就是高溫零件、加熱元件，還有呢照明相關、電子半導體也會應用到，還有就是航太跟國防，種種的。其實你會發現呢，鎢為什麼那麼重要呢？剛剛講說耐高溫、耐磨損、高強度用在製造業、電子業、能源業還有航太所以表示呢，它其實是一個國家的重要的戰略資源。而更重要的一個是，全球大約有80%的鎢產量是中國大陸所供應的。所以現在看到了日本方面呢，來畫面當中我們看到日本的老牌刀具巨頭富士精工。他們說呢，這個財年他們的利潤預計會因為鎢的管制暴跌88%。另外，像關東電話、中央蕭子這兩大隱形巨頭也雙雙預警他們說下半年的核心產線會全面停產，可見得中方目前出的這一招管制鎢是真的有效，是嗎？老師？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雖然現在產量很多，它目前包含高純度鎢以及一般的鎢，在佔全球的產量大概80%。可是，雖然中國大陸的鎢儲量是全世界第一，但也不過只佔了40幾%，接近50%。所以因為了確保這些重要的戰略資源，控制消耗的速度，所以從2024年開始，中國大陸就開始逐漸針對鎢的出口做出口管制。那另外一個主要的在鎢的管制，另外一個就是鎢，它是一個軍工上面非常重要而且一定要用的。就我們一般講坦克的穿甲彈，就是因為鎢的特性，它非常適用非常合適用來做那個坦克的穿甲彈。但是因為美國自己，我們知道目前像美國他們使用的最好的穿甲彈是砷化鈾。那美國為什麼會去發展砷化鈾？就是因為美國自己鎢不夠。那美國因為核能發電，所以有大量的砷化鈾下來，所以利用砷化鈾。那砷化鈾有好有壞。那砷化鈾雖然它的穿透能力比鎢還好，但砷化鈾會帶來輻射的污染。所以除了砷化鈾以外，接下來最好使用的，不管是子彈或者是炮彈，甚至是在飛機裡面、發動機裡面很重要的耐熱元件，其實都離不開鎢。那日本因為自己不產鎢，可是日本在鎢的加工上面，在很早就在做，所以我們看很多精密加工的刀具，其實
坦克車的破甲就跟精密加工那個刀具其實是一樣，刀具也是要切割那個像車刀、鑽頭這些，對，它也是要鑽到很硬的金屬裡面去。那軍事的用途其實是一模一樣。那日本在做車刀這個部分，大概是全世界市占，除了德國以外，就這兩家在競爭。所以当中國大陸在2024年到2025年開始收緊鎢的管制出口了以後，其實對庫存對這些重要的刀具生產就會造成影響。那去年為什麼比較沒有像今年這麼慘？去年因為2025年的時候，其實他們都還有庫存。对，那它庫存越用越少。对，用到今年2026年，就很多車刀其實已經做不出來，所以其實有好幾家已經在，就是產出車刀的量在縮減。所以為什麼會要漲價？因為它沒有那麼多鎢的材料來。老師提到這邊哈，因為像住友電工啊、三菱材料最近也都紛紛宣布哈，產品啊因為要漲價了，好要大幅漲價。因為呢，這個漲幅啊，根據資料是說直接突破了60%啊，所以看得出來，除了找這個替代性的管道以外，還有就是那只能一直漲價嘛，還有沒有其他的突圍之道呢？目前，因為日本本身是沒有鎢的，它只能從其他的國家。那它現在嘗試想要從美國、加拿大或者是歐洲去進口，但我們知道美國自己鎢本身也很少，那為什麼美國最近忽然有鎢可以賣給日本？那当然就是透過某些管道，对，就是銷售到美國，然後就是貼個牌子，然後再到日本去，但是價格一定會比較高，但你總比拿不到好。那其實我覺得車刀這個對日本來說還不是比較大的威脅。在日本有一個很獨特的產業，就是好像六氟化鎢，它是做半導體，就我們半導體的那個蒸鍍這個過程，它非常重要，而且一定需要。對，所以現在台積電很麻煩。台積電現在因為日本已經沒有辦法供應，好像從最近開始，日本就這家就表明沒有辦法再給台積電供應，所以台積電現在要到處去找這個東西。是現在其實這個。環環相扣哈，這個沒想到半導體也會受到非常嚴重的影響。現在全球供應鏈都告急呢，也看到最近有個新聞，就是美國的鎢廢料的出口量激增了24倍啊。那日經中文網也報道說，2026年1月到3月呢，這個出口量呢同比增長到了3倍。那其中呢，對日本的出口更是暴漲了24倍。就我們剛剛提到的，市場呢正在加速尋找替代供應的管道。那美國鎢廢料商啊 JC Metals 的社長就表示，當然也有中國大陸的買家過來跟他們聯繫啊，把鎢廢料呢要發往說到美國啊、加拿大、杜拜這些第三方，那可能會再由這些第三方再運到中國大陸去。而中國的買家呢給出的報價是高於美國交易的價格。另一方面，日本丸紅基金研究所高級主任研究員叫李雪蓮，他認為呢，2025年初以後啊，中方不斷收緊鎢的出口管控，並且呢縮減開採總量。那麼在供應吃緊啊，還有進口重啟的雙重背景之下，現在中方企業呢也在積極的採購當中。而《金融時報》也報道說呢，就連川普，怎麼跟川普也有關啊？連川普家族相關的，就是資本相關的這些礦物企業啊，因為這是跟川普的兒子有關哈，他是間接投資了這個礦物相關的這個企業，那麼也正在進行，因為大家都在搶鎢嘛，所以呢，他是投資啊，推進到這個哈薩克斯坦，要大型的鎢礦開發相關的事業。好，那剛剛特別提到了，日本製造業現在受到鎢的管制啊，可能告急。那替代的管道之一，現在就是到處都在找鎢哈，其中之一是美國哈。美國在這場鎢礦大戰當中，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大使，您覺得？一個可能的替代者，不過美國自身難保，自己能救好自己就不錯。泥菩薩過江，泥菩薩能救好自己，還要救日本，不太可能。剛剛那個邱老師講的那個，就是說六氟化鎢哈，是美國、日本有2家大廠，一個叫關東電子，一個是中央硝子啊，這2個公司大概生產全球六氟化鎢大概21.7%的這個比重。那六氟化鎢是製造芯片裡面不可或缺的光刻膠類似的元件，這個重要原料之一。那這2個公司已經講了，7月1號以後不出產了。也就是說，全世界的六氟化鎢的供應，大概中間的21%就斷供了。所以美國前2天就出面啊，替日本講話，他說希望中國大陸網開一面。原因是什麼呢？它會影響全球供應鏈的完整。對，它不是說要救哪，他說你這個全球供應鏈會斷掉。
那問題就變成說，中國大陸的芯片也是蓬勃發展，會不會受影響呢？中國大陸一個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本土出展的6氟化鎢佔的比重比日本還多，因為日本大概全年就是2000噸的產量，中國大陸目前已經有3200噸的這個產能了，產量跟產能，所以事實上，中國大陸6氟化鎢已經得到了這個三星電子還有這條重要的芯片生產廠商的認證許可了，所以日本的這個停產可能就會被中國大陸的這個取代，所以過去這個就變成是日本用光刻膠卡其他國家，將來很可能是中國大陸的光刻膠是芯片產業，日本日本因為日本的芯片產業不發達，對，是韓國。還有就是台灣，對，所以這個現在的問題嘛，另外還有就是說，這個稀土的中国大陸的這個禁運已經讓日本的有一家公司叫信越化學，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出產磁鐵相關的產業的。你要知道，磁鐵事實上在汽車、在發動機、在這些裡面使用的非常的廣泛。那信越化工已經說了，對不起，7月以後。我也不供貨了。那現在日本的汽車工業就恐慌，尤其 Suzuki 好多東西，它那個汽車上傳統的這種燃油發電機裡都需要用什麼電池，就是說電池。所以日本現在是一個頭兩個大。對。那中國大陸基本上在美國出面說，你能不能給一點日本？那中國大陸講說，我們對日本實行稀土禁運，主要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生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圖，对，那所以就变成現在看起來，非要等這個高市早苗收回他錯誤的言論，如果沒有收回的話，很可能日本的很多工廠就要斷貨，然後就停工。大使點到一個重點就是在這個經貿上面，我們看似好像是經貿這個供應鏈的問題，但其實呢，它更後面背後的是複雜的政治跟外交問題因為我們知道中日關係現在真的是低到了一個谷點，好，那麼真的是在谷底當中，所以呢，那就要看日本對中的關係是如何啊。可是短期看來是回不去了。那就算是剛才大使所說的這個美國出面求情像這個 Bessent 先前在南韓也跟中國大陸的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嘛，當時也曾經提到了稀土問題，那也特別呢對於中方對於稀土就是日方這個稀土禁運的措施呢表達關切。那貝森特呢也當然表達了希望北京改善這個相關的稀土政策避免說這個高科技設備還有全球供應鏈呢造成負面的影響。可是我們剛剛就講了，中方會出此招，就是因為要反制美方所祭出的全球關稅嘛。所以美國現在都自身難保了，泥菩薩過江啦，還幫日本去說情啊。剛剛我覺得大使有提到一個重要的關鍵字，那就是言論。那或許之後呢，你說美國怎麼幫日本呢？我們已經知道了，川普有幾次了跟高市早苗通電話的時候，可能有說，那你關於台灣這部分，你可不可以就有一點 self control， 尤其是在言論方面。所以或許之後美國的策略是把言論跟行動是分開的。因為美國非常清楚，川普政府非常清楚的政策是要盟友，包含日本、南韓等等歐洲國家都要提升國防預算，所以這方面美國還是會繼續鼓勵日本這樣繼續做。但是或許同時美國會說，可不可以不要在國會一直說台灣有事，日本有類似的言論，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這樣刺激大陸了？我覺得或許川普會採用他這種方式了，但是最終都是中國的決定，對不對？不是美國說的就算了。所以如果真的要說服中國解開這個限制的話，那要看最後中國的怎麼決定了。但是我不得不說，台灣在這個大國家，不美國、日本、中國的這個大國博弈，我真的覺得台灣的位置非常非常危險，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犧牲掉。美國密切爾航太研究所今年度有一份報告，就是中國軍力追蹤報告，當中指出呢，從衛星影像分析，中國大陸解放軍在福建省5座基地，還有廣東省的1座基地，部署了大批的殲6無人機。那報告分析說呢，這個解放軍改造了大約有500多架的
原來就是人在開的啊，就是畫面當中我們看到這個歼6的這個飛機。而且呢，在臨近台海的6座基地啊，部署大約有200架的這樣的一個戰機。那這些殲6戰機的飛行模式啊，未來成為無人機的話呢，會更類似像這個巡弋飛彈。那到時候呢，會大量攻擊台灣、美國或者是其他盟軍的目標，有效的重創防空系統。所以改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透過原來的有人機變成了現在這種，因為你看它體積還蠻龐大的哦。像我兄怎麼看到這殲6改造成無人機，它主要的目的是真的是消耗防禦力，它的戰力到底有多強？怎麼評估？我每次聽到這個消息，我都是覺得完全是不知道從何說起。為什麼？講這種報告人，他還說他是航太研究所，你知道嗎？因為講這種話的人，我必須說他絕對沒有在飛行線上待過。為什麼這樣講？今天中國大陸他來說哈，他今天要來耗掉我們的防空系統，他其實弄一個造價相當便宜的無人機就辦得到了。对，他不需要花大錢去維持這些除役戰機，因為你知道这些除役戰機它的維持不是說你今天擺在那邊，我今天要用的時候我就把它拿出來油加一加，什麼就飛了，沒有那麼簡單呢。以一架戰機來說，像以前我們的那個 F-104新式戰機，在民國82年，因為飛行那個任務之後出了狀況，它有一部分有30幾架飛機，它把它叫做停飛可用機。這個停飛可用機，它當然你說還是要有個人去每一個禮拜每個禮拜有3趟要去幹嘛？做大滑，也就是說要做一次完整的飛行程序，然後嘞飛機到跑道頭點那個後燃器，全力推进1000尺，它把油收掉，就飛機不起飛，但是要完整一整個飛機的這樣的飛行操作程序，這樣才能夠維持這些飛機處於那種就是可用狀態，還是要熱車啊？對，它要一直要這樣子。但你說像現在這種無人機來講，你說今天做一個專門，比如說用來消耗你的這個防空系統這些無人機，像比如說這次你可以看到美國被這個伊朗的這個見證者無人機搞掉多少防空飛彈，對不對？其實根本不需要花那麼大錢，因為你如果說像這樣一個除役戰機，你要像我剛剛那樣講，第一你還要花改裝的費用，因為你像那個殲6，也就是米格19戰機，它的操控是傳統機械操控啊，你還要弄一套類似像機械人接收器的這個東西在座上面，你要花一筆錢，花一筆錢之後，我剛剛講，你這個飛機你要維持它持續運作，那這個運作呢，你要維持它整個服役的規模去做，又要花多少錢？那但你像我剛剛講，見證者，你今天你在這個真正要打仗的時候，把它發射出去就好了，一架飛機了不起才大概3萬美元的這樣一個那個成本打死，那你要花這個長時間，等於說你要把這個殲6飛機還留下來，要拿它當友人老爺戰機這樣把它養着，而且時間到所有要換的零件通通都要跟着換，所以我每次看到這種東西，我都覺得拿這種東西拿來騙錢的這種研究所真的是非常的這個居心不良。對，你說中國大陸有沒有在做殲6無人機？有，為什麼？因為去年他們的長春航展的確有展出這個殲6無人機。那殲6無人機幹嘛呢？就是比如說今天以美國來講，美國他把這個除役戰機拿來做無人機，像他現在連 F-16都拿去當改裝成那個無人機，對，就是要測試它的空對空的飛彈或地對空的飛彈。因為這種空对空、地对空的飛彈，在美國法律規定，我今天這個飛彈要研發出來，要到服役，我要經過對這種模擬戰機要經過多少次的這個設計，它有一個法定的程序。今天中國大陸如果說要讓它的武器在世界各地有口碑，我沒有那麼多的實戰經驗，最好的辦法就是我今天有做過這麼多的實際測試用。對，所以呢，像這個東西，這種除役戰機通常要麼少量改裝作為靶機。大部分你說，5個基地有200多要幹嘛？那個東西就是如果今天解放軍認為可能會因為台海衝突造成美國對這些周邊基地攻擊的話，這些東西擺在那邊搞叫做防空誘敵機。我們中華民國空軍也是啊，那些寶貝老爺 F-5以前幺洞四除役幹嘛，都把它擺到那個機場的那些土機堡裡面，幹嘛呢？甚至有些 F-5還把它用合板做個三角翼定起來，你知道，讓它從空中看起來像是幻象2000。對，原因就是要讓它做這種叫做防空誘敵機。所以你說今天你要把這種除役戰機拿去花大錢讓它維持它操作，然後真的到這個要那個打你的時候，這些那個除役那個無人機飛得起來飛不起來還不知道，那我還不如乾脆打一架這個2萬美金成本的這種見證者無人機這種等級的東西來得划算吧。所以我每次看到這，我真的不知道從何說起。所以你的重點其實就在於說，有必要嗎？因為從成本上面的考量來講的話，其實真的是划不來，完全划不来，完全是划不来。你搞這個東西，你要花等於說把這個老飛機用服役的標準繼續維持下去，才能夠維持它今天要用的時候能夠用。像你看，美國汰除掉2000架 F-16，那這2000架 F-16可以拿來改嗎？不會，他每次改個十幾架幹嘛？他拿來做好這個測試，就是打這個還有靶機，對，當靶機用。你說今天他當初他在長春那個航展展的這個東西，他的確也是說我今天主要是做靶機。
析研究之用，但是他並沒有說，但是你看好事者就好，發揮無限的想象力，但發揮這種想象力的人，我只能說他絕對沒有在非行線待過。的確啊，所以不管是從先前发生的俄烏戰爭，或者是現在正在進行的中東，就是美以伊的戰爭啊，其實都在強調在武器方面呢，不斷去研發是用低成本、低價的無人機去消耗這個防空能力啊。但是真的有必要是把這個有人機原来是有人在開的這麼大一個飛機，那全部把它改成無人機，就確實啊。值得思考。好，那麼在這個傳出說解放軍部署新武器的同時呢，也看到中國大陸的軍工系統啊，最近出現了人事的大地震啊。因為風暴的核心呢，就是直指曾經擔任過中國航空工業集團黨組書記兼董事長的譚瑞松，以及呢被譽為是歼20之父啊，歼20之父的中國科學院的院士楊偉。那遼寧省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在3月25號做出了一審宣判，判譚瑞松死刑，但是緩刑2年啊。那另外呢，法院提出的數據顯示啊，譚瑞松貪污受賄的金額超過了7億人民幣。另外，上個禮拜我們曾經也討論過，中國大陸的這個科學院他們的網站更新了院士名單，結果呢，被譽為是歼20之父的楊偉，他的姓名跟個人簡歷啊，在官網上面已經完全找不到，被移除了。在中國大陸的學術跟科學界啊，這個撤銷院士的榮譽其實是非常罕見，而且是非常嚴重的一個處置。好，那現在從譚瑞松、楊偉這兩件事情，他們都先後的落馬哈，我們怎麼看？就是解放軍在反腐的這一波肅貪也好，反腐也好，為什麼現在大把的火都燒向了軍工研發的體系？這個部分我們怎麼觀察？這個當然就是反腐倡廉一直是大陸最近幾年啊對公部門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措施，主軸啊，主軸。那2030年、2023年那時候火箭軍出現問題啊。那時候就開始就是調查軍工系統啊，那當然你要知道這個調查一定它會一個案牽一個案，一個案牽一案，所以就變成就是說，其實是過去這一段時間內哈，在這個不僅是這個所謂的火箭軍、飛彈，在核武、在雷達、在航天的這些領域哈，那已經被調查，然後已經處置的哈，那麼幾乎已經差不多有10個了。光院士級的也會有多名，所以它是一個全面性的。因為大陸查這些案子有一個原則叫倒查20年，也就是說他要把案子一直追到20年前，溯及既往溯及既往。像這次譚瑞松哈跟這個楊偉哈，他們都已經退休了，退休以後的案子才爆出來，爆出來以後，事實上他就開始查。那你要知道，譚瑞松跟楊偉他們共事一共15年。所以他們兩個的很多案件是同樣的。那楊偉事實上，他從2003年就開始查，當時他在前任的職務他就有受賄。那在後來的這個職務裡面有一連串的這些受賄的這種情形。是。那當然你要知道，一個體系單人受賄有的時候也不見得能行得通，所以他可能形成一個一個網狀的一個問題。所以你就看出來查，不過這個顯示說，中國大陸對於軍中的腐敗，它是要不論官階，不論重要與否，它都是查到底。一連串的反腐打貪是不是也凸顯出一件事情？就尤其對軍方來講，就代表說解放軍是隨時做好可以打的準備。對，因為你軍方的腐敗是很危險的。你如果說他這個操守有問題的話，那你這個不只是他在這個採購過程中中飽私囊。他也可能出賣情報，了解。對，所以這個對於我覺得對任何的這個組織，尤其軍方組織，要維持內部的這個純淨就是說忠誠，非常重要的。是。那你說對這個武器發展會造成多大影響？我倒比較好保留，因為這武器發展是一群人，這2位他是已經退休的，所以他還是這個武器發展應該還是有第一線的後面的這個年輕代還是在繼續在做。東亞最近看到在日本這邊也是加強他們的軍事部署因為日本的防衛省就宣布說呢，會在3月底之前在九州熊本部署射程1000公里的這個12式陸基反艦飛彈性能提升型。那打擊的範圍呢，涵蓋了東海，還有整個朝鮮半島，甚至延伸到中國大陸的上海地區包括解放軍海軍經常會通過的宮古海峽。那另外呢，根據 Defense News 報道呢，
自民黨和維新會正在針對防衛裝備移轉3原則進行關鍵性的協商。日方高層也傾向允許向合作國以外的第三方出口，來確保呢跟像英國啊、意大利共同開發的第6代戰機計劃，那無非就是希望打開他們的海外市場啊。我們先說這個長程飛彈啊，在熊本部署的這個長程飛彈，現在連大陸上海都納入了打擊範圍，這難道不會引起中日關係更加緊張嗎？現在中日關係已經不好了。那個事實上已經部署上去，這個發射器的話在前陣已經放上去。如果說是飛彈本身的話，應該是在31日的時候應該會放進去，而且它已經展示出來。所以對這個問題的話，我就請了之前的3星退將幫我做一個演說。他怎麼說？我們用他的 PPT 來正式給各位觀眾做一種解釋了。它的地方叫做熊本建軍駐屯地，也就是西部方面總監的總監部。那總監部的話，它負責就等於是從熊本到西南諸島的一個情況。那為什麼部署在熊本的一個？因為我們就會看到它會畫一張圖。那畫一張圖的話，就是應該是這個地方吧，就是它的打擊範圍1000公里，1000公里。然後還有一個現在日本也拿到的戰斧巡弋飛彈的大概1000公里，所以等於是又畫了一個圈。但是部署在熊本不等於是飛彈永遠是在熊本。那為什麼是選擇在熊本，不選擇在離島？因為你放在離島不能夠搬去熊本，放到熊本很容易就可以搬到離島。而且熊本的話，它放1000公里，你現在劃分大概可以包含台灣北部。那如果說把這個飛彈平時有狀況的時候，再往南部牽扯到九州的南部的話，你就可以把整個台灣再包括南海就包含進去了。所以他們提出一個概念，日本加美國加台灣的概念。往南移的話，就是大陸東南沿海，都可以進去的。所以它的飛彈事實上是移动式的，甚至它也可以移到宫古島和所謂的 Okinawa 島，都是可以移動。這是他們提出的一種想法。那它的 PPT 我們給各位觀眾做一種解釋。第二個的話，剛剛主持人您所說的防衛裝備3原則，防衛裝備3原則的話，現在的高市提出一個17個領域來發展經濟，17個領域其中一個是防衛產業，所以它就會在3月6日，事實上也算通過了，因為自民黨就是執政黨提出給高市嘛，就是通過。那一通過的話，它就是可以賣給同志國、同盟國，這樣可以提升他們的意志力，就希望戰事不要去發生，因為他們發現中國大陸，而且今年他們軍備又提。